欢迎收看三角洲行动全面打洲杯清北对抗赛。本次高校赛首场比赛将由北京大学健康电竞社对战清华大学紫金电竞社。要知道，去年三角洲行动第一场校园赛里，清华大学被北京大学2-0狂捞薯条，直接速通。而今年清华再战北大，就是清华队伍复仇的机会。让我们先听一下双方队伍的赛前发言。有没有想好有什么狠话要放给清华的同学们？清华打他们根本不需要准备，清华同学们，你们的结局早已注定，明年再来吧。有什么回应没有？当然有，刚才我就说让他们为他们的傲慢付出代价嘛。还有就是刚才他们声音有点小，我有点听不清了。让这场胜利属于清华。好的，依旧是和去年一样，赛前先放一波狠话，但结果究竟如何？是清华选手复仇成功，还是老样子北大再次击败清华，让其在下局历练呢？现在学长们进入座位调试，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规则。本次清北作为全面打洲杯启幕首战，采用胜者为王的指挥官模式，比赛为攻防互换 BO5 5局3胜赛制。进攻方队伍需要占领所有区域获得进攻胜利，而防守方队伍则需要守住阵地，防止被占领全部区域来获得防守胜利。那么让我们立刻进入比赛画面。好的，第一局清华大学队伍是进攻方，北京大学队伍是防守方。一上来就看到清华坦克带着乌鲁鲁修理挂件冲到北大的 B 点区域了。显然北大 A 点已经被清华闪击拿下，可以看出清华这次复仇战是有备而来，做了准备的。这边清华坦克主动防御消失，北大发射巡飞弹，后续又来一发，2发巡飞弹攻击清华主战坦克，同时给到全局视角，可以看到全局视角有明显的卡顿，但问题不大，依旧能发现北大的 B1 点位遭到了清华重点攻击。B1 枪号里双方队员进入了贴脸混战，但北大侧翼防守队伍展开的非常完美，他们随时都能向 B1 增援。可以看到 B1 这里虽然清华成功打进了点内，但是随着侧面北大队员的支援到位，清华队员们被反包在了 B1 枪号里。北大队伍没有急着进 B1 枪号，先投掷爆炸物，随后队员再冲进去清空清华队员。B1 被北大队伍夺回，但是清华又续上了对 B1 的第二波进攻。这次坦克带队强压北大 B1，清华队员沿着枪号通道侧翼进入，北大这边防守人员数量占据优势，清华队伍进去被打的就剩下3个人。但好在清华坦克亲临前线炮击给压力，北大 B1 点位还是被拉动了。但清华这样的效果无法持续下去，因为北大集中优势兵力清理清华步兵，清华 B1 没有步战队员的话，坦克必然会后退。随着 B1 点里清华队员被肃清，清华坦克后撤，清华第二波 B1 进攻再次失败，清华似乎就认准了先打 B1 点位，再次集结队伍来抢北大的 B1。清华又一次进入 B1 枪号内部，这次 B1 占领速度很快，有机会。同时北大视角依旧是同样的应对方法，后续队伍支援到位后立刻展开围攻，清华 B1 队员再次被清理干净。但是 B2 这里什么情况？清华突然改变了进攻路线，冲进了北大的 B2 点位，北大 B2 点位正在沦陷，可以看到 B2 枪号上面就是清华的坦克，清华波坦先锋开始强攻 B2 了。北大刚把主力调去 B1 清点，现在 B1 还没完全夺回来，就发现 B2 被清华捅穿了，根本来不及回防。B2 被清华占领，现在清华可以在 B2 部署，从后方进攻北大的 B1 了。同时注意，清华进攻兵力就剩下30多人，已经没兵力让他们浪费了。清华主战坦克带着乌鲁鲁维修队冲进 B1 给暴击，但是步兵没有跟上的话是很危险的。北大依靠兵力优势攻击清华主战坦克，清华主战坦克被击中，赶快撤退，但是他卡在了战壕里，身边就剩下1个乌鲁鲁了，完全修不过来，被北大步战队员拆掉。后面清华又喊了一辆步战车，但是步战车被北大炮弹直射了，2个乌鲁鲁赶快下来修车。虽然第一时间修车是正常反应，但车不开走的话就会一直被炮击直到爆炸。北大这里选出了乌鲁鲁，专门往 B1 枪口里扔燃烧弹，清华兵力马上见底，队员都在向 B1 冲刺过来。而且我觉得确实刚才混沌提到的一个问题很关键，就是放弃的速度有点太快了，对于进攻方来讲有些随意了，我说实话。什么？清华竟然把 B1 清空了？这时看下 B2 点位的尸体能发现，北大刚刚调兵反攻 B2 失败了，这让清华抓到了北大兵力空缺的机会。清华安排1个小队坚守 B1，其他队伍冲向 B2 拉点，北大后续部署兵力进点了，但是来不及了。清华成功占领 B1 和 B2 点位，拿下 B 点枪号区域，获得兵力补充。北大只能退守 C 点防区，清华兵力补充后也只有70多人，对于清华来说还是非常紧张的，必须要抓紧时间速攻。因为载具对于 C 点的爆破很重要，它可以很大类型的去破坏防区。是的啊，这一波险中啊，是化险为夷了。清华突击车直接冲进 C 点防区，北大乌鲁鲁果然给炮轰击，清华突击车有点孤军深入了。什么？竟然还起车了！好在北大乌鲁鲁下意识的给炮干掉，并没有被北大其他队员开走。清华指挥官给出紧急增援指令，缩短全员复活时间，准备提升进攻强度和频率了。可以看到清华集结队伍从南边杀入 C 点，这里北大衍生炮符来清理了，先打1个风衣，转身再打1个乌鲁鲁，滑铲跳看山上又打掉1个，转一圈出房子又打掉1个麦小文，向后清理又看到1个露娜直接带走。北大炮符的这波清理直接断掉清华1个队的增援，可以看到清华点内没有增援进入的情况下，队员数量完全劣势。如果炮符打的那5个清华队员进入 C 点支援，或许刚好能与北大点内势均力敌，但现在出现断层根本不可能了。清华剩下不足10个兵力了，最后一波集结队伍展开冲锋突破，步战队员一起冲击 C 点旗帜，但是周围已经有北大队员架好了枪线，清华队伍刚抱团靠近 C 点就出现了大量伤亡，随后队员只能在点外封烟保护，这下清华没办法了，最终清华兵力耗尽，第1局比赛结束。恭喜北京大学率先拿下第1局的比赛胜利。现场清华大学的参赛同学们此时额头有点冒汗了，好家伙，刚放完狠话，没想到推到 C 点就打不动了。好在 BO5 赛制下后面还有扳回来的机会。接下来是强要战第2局的比赛，双方队伍将进行攻防互换。
好的，来到第2局比赛中，这局北京大学进攻，清华大学防守，堑壕战点位多，清华大学防守应该问题不大。还差1局。开局就看到清华大学的风衣在反光镜下救人，北大指挥官果断开枪带走。清华风衣同学有点太放松了，这可不是自家客厅啊！北大开局坦克踩住山头，轰击清华 A 点内部，炮击加上榴弹轰击，清华 A 点内部压力很大。同时，北大队伍南北两侧布战队员到位，开始突进 A 点了。清华大学后方支援队伍来了，冲进 A 点内部防守，但是刚进去就被北大坦克炮击收割掉了。清华对 A 点的防守毫无办法，只能拿命往 A 点填。但你进多少，北大坦克就吃多少，只要不限制北大坦克，清华步兵就在 A 点处于劣势。后台一侧，北京大学还在抢。是的，迫击炮也一直在对对方的回防隘口这块持续的轰炸。很快的速度 A 点沦陷，是队伍当中的老6队。没问题。包括他们整个战队的执行力也变得非常。北大开始冲击清华 B 点枪火区域，可以看到北大战术和清华完全不一样。布战队伍基地沿着河道冲向了 B2 点位，北大想先打 B2 再打 B1，清华防御 B1 和 B2 的兵力是5-5开。这种情况下，清华 B2 防守队员根本无法导致全军冲击 B2 的北大队伍，清华 B2 瞬间进入沦陷状态。北大在占领 B2 的同时，已经有队员冲向了 B1，好在 B1 有清华大队守住堑壕内部，北大队员一时间无法突破 B1 防线。B2 这里清华队伍来反攻了，风衣在堑壕上面被打掉，大队进入 B2 被北大队员强后围攻，清华这一波 B2 反攻失败。B1 这里北大集结了更多队员发起进攻，刚到洞口就被清华大队攻进去肘击了。清华大队还在发力堵住口子，但是只有1个人是不够的。很快清华大队倒下 ，B1 被北大队伍攻入。好消息是清华趁机转移了兵力夺回了 B2，但北大直接上了突击车开到 B2 头上，北大队员在外面围住了 B2 堑壕点位，后方清华队员返场支援被堵在半路上，北大这里甚至有大队堵住通道，这下 B2 反攻无望，清华 B 点区域沦陷，所有人退入 C 点防守。而且确实你可以看到像Spiler 他的这个 M14改法也确实就是目前工程类干员全部在。来到 C 点防线，进攻方主战坦克再次出现，同时可以看到防守方也叫了坦克。北大队员在坦克的掩护下从北面场区攻入 C 点，清华 C 点防守空虚有点危险，身上清华队员赶快去 C 点中心支援一波。后方清华坦克发射线空导弹攻击北大主战坦克，清华 C 点在疯狂沦陷。这场布战巷战方面没打过北大，后方清华主战坦克想前压给点内炮击，但是 C 点里面已经全是北大的人了。他进行一个兵力的补充，是自己最愿意看到的事情，把自己的积分越滚越高，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清华 C 点迅速沦陷，北大兵力补充到170人，清华要退到 D 点进行防守。来到 D 点防线，北大士气非常高，直接冲击第1点位。北大布战车正面撞上清华主战坦克，清华主战坦克直接炮管顶到北大布战车脑门上，给他一炮轰掉。虽然北大无路路想下来扔地雷，但是直接被撞掉了。剩下双方坦克对轰，双方都交了主动防御。北大轻坦遭到炮弹轰击，果断撤退。清华主战见好就收，也后撤了。现在对进攻方来说，少了一辆载具的情况下，反载这一块可能要下大功夫了。现在清华有点危险，第一遭到北大队伍清理正在沦陷，同时第二被北大布战队伍攻入，已经快要占领。清华布战车和坦克进入第2守点，清华布战车来看炮击阵地，清华乌鲁鲁给了一炮，转身一下发现清华的布战车被干掉了。清华少了1辆坦克的情况下，北大布战队再次推进第2点位，军营这里北大 M14直接开扫，一波干掉3个人，甚至大弹鼓，还硬拉把外面的麦小文给干掉了。北大步兵集体冲进第2点位占领，此时清华坦克带步兵想反打第2，但是已经晚了，清华坦克只能带队迅速撤出，准备退入最后的1点防御。时间尽可能的拉长，不要进入到5秒倒计时啊，还是进了。来到1点，清华安排了2辆坦克防守，有点韩国3坦战术的感觉了。但前提是坦克之间必须要有完美的协同配合，步兵也必须要能拉扯。视角给到发电站内部，这里已经被北大布战队伍完全攻入进来，他们正在寻找清理残余的清华防守队员。同时，北大第1发制导给出，炸的是3枪还是防区还是对方的门口？应该是这发制导击中风车北面，打掉清华1个人。好在清华布战被制导逼出点内，北大队员趁机出来占领1点。北大第2发制导立刻续上，这发制导打进点内，依然是击杀1个人。但在这2发制导的威慑下，北大已经完全掌控了1点。风车上有清华队员高点压制，北大 PDR 一波扫射非常稳，直接给他打下来。清华1点危急，马上就要沦陷了。清华后方集结布战车和2辆坦克，但你必须要开到点里啊！1点马上就要沦陷，还不进点吗？清华主战反应过来，直接冲进1点内。清华2辆坦克都进1点了，后面还带着步兵，坦克守点战术真好用啊！直接就把1点夺回来了。但是清华要注意自己的坦克血条，北大坦克收到清华坦克主动防御用完的消息，直接开着主动防御来找清华坦克对轰。清华1辆坦克直接被打爆了，剩下1辆清华坦克残血后撤，补满状态后再次冲进1点。同时清华的制导来了，直接打击点内干掉4个人。但下一秒北大制导紧随其后轰进点内，也干掉了清华4个人。北大坦克带领步兵全部冲进1点，清华这次没有坦克进入守点，最终1点丢失。让我们恭喜北京大学队拿下了第2局的比赛胜利，率先来到2-0的赛点。这局清华大学想用多坦战术防守1点，前期还能配合反打一下，但后面完全就跟不上了。清华坦克竟然被北大坦克单个拆掉。要知道国际3坦协同战术是非常强调互相协作、共同保护的，显然清华的坦克没有做到这点。那么接下来第3局将由劣势方清华大学优先选夺或选边。屏幕前的各位观众的伴随刚才我们的全新联动，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就是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挂饰，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天空属于清华还是北大？好的，来到第3局比赛，地图是攀升。这局清华大学队伍防守，北京大学队伍进攻，已经没有试错的机会给清华大学了。北大的士气来到
顶点，只要赢下这局，清华就要再次带着被零封的战绩回去历练了。首先看 A 点，北大集结快艇队伍去抢 A 点北面山顶。北大队伍知道北面山顶能俯瞰 A 点的重要性，清华在北面山顶有防守队伍，但人很少，根本拦不住北大这么多人。北面山顶被北大成功拿下，接下来就是对 A 点的进攻。北大这边5支进场，同时北面山顶遭到清华队伍的反攻，双方队伍在北面山顶开始绞肉了。北大这里就剩下几名队员和一辆主战坦克，北大有点被限制在北面山顶的感觉，必须要抓紧时间进攻 A 点了。看能不能先找机会把这个 A 车给清了再说。A 车死盯着你5只，你露头我就打你。北大再次夺回北面山顶，步战队伍下山冲进了 A 点，开始夺点。清华队伍赶快支援 A 点进行围攻，北大5支被清华防护车限制无法进场。北大加大地面进攻力度，突击车开进 A 点给压力，但是满血汽车是什么意思？清华后方尾随队员果断抢下北大突击车。我包括啊，不断的碾压，汽车人，我的天！汽车人出现了。清华把大兵拿走了。 A 点这里清华步战队无力防守，被北大队伍拿下。清华队伍要退入 B 点防守了。来到 B 点，北大一路冲锋攻入清华 B1 并占领，但是队伍卡在了通往 B2 的山顶上。双方队伍在这里又开始了绞肉。北大这边把坦克拉到山顶，将清华队员赶下了山。北大队员舒服了，获得了高打低的地形。这里北大队员接近 B2 了，果断给出火炮支援。但终于是被清掉，但是他始终没有能够等到自己的队友。北京大学选择在这个 B2 重新把高点给占。北大步战队员开始对 B2 冲锋，但是清华集结所有队员进入了 B2。现在北大就剩下4个兵力，马上见底了。北大火炮支援继续给上，还剩下最后1个兵力，兵力耗尽，北大触发了背水一战，兵力在有限时间内无限供应。清华 B2 防守队顶不住了，在跟北大队员对枪的同时，还被北大的火炮打击，负面效果太严重了。最终 B2 清华所有防守队员全部战死，清华 B2 沦陷，队伍退入 C 点防守。同时北大这里获得55人的兵力补充，兵力的保留是撑到了自己正面步兵的道上。没错，还有一线希望。对于北京大学来讲，还有一线。来到 C 点，北大有想法和战术在执行，一个小队直接绕后了。全局视角一看，竟然一大半人都在这里。北大绕后小队刚一露面，直接被清华大学发现并打掉。这是因为正面没有足够的人手吸引清华的注意，导致清华警惕了后方。切回全局视角，看到清华步战车直接来收割，这一波清华步战车直接击杀刷屏。北大本就不多的兵力雪上加霜了。电梯这里，北大装甲支援到位，北大步战车出来，没想到直接迎上清华步战车。清华步战车还在前压，突然看到后面还有一辆北大主战坦克，下意识的赶紧后撤。北大步战车残血后撤被卡住，冲出来被清华步战车打掉。同时北大主战坦克出去追击清华步战车，清华步战车主动防御用光被北大坦克打爆，北大兵力就剩几个马上用光，清华队伍甚至踩到北大坦克的头顶，北大还有一个 C2 没站下来，但是兵力见底，最终比赛结束。同样的，让我们恭喜清华大学拿下了攀升地图的防守胜利，北大与清华的比分变为2比1，可以发现清华同学们对攀升的熟练度更高一些。从 A 点开始，清华就消耗了不少北大的进攻兵力，尤其是在防守 C 点时发现正面北大少人后，果断警惕后方，从而截住了北大绕后队伍。接下来双方将互换攻防阵营，准备进行第4局的比赛。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新的挂饰以外，在新的赛季。好的，来到第4局的比赛中，地图是攀升。本局北京大学防守，清华大学进攻。比赛开局可以看到清华大学步坦行动来占北面山顶，坦克的榴弹轰击对步兵的杀伤还是很明显的。清华坦克直接在北面架住 A 点山谷，疯狂往里面灌炮击。下方清华的步战队员已经冲进 A 点，正在占领了。清华乌鲁鲁修理的非常好，让清华坦克能肆无忌惮的轰击 A 点。打了连针管都没有，这有点变态了吧？哦，可以感觉到啊。清华坦克杀伤太强了，必须要主力一下。可以看到北面北大有队伍正在火速前往山顶，但是半路有清华队员拦截过不去啊！北大A 点沦陷，只能退入 B 点防守了。拿下，清华是越打越顺了。哇，清华这个真的是厚积薄发呀！来到 B 点防线这里，清华首先突击了 B1 点位，北大侧面小队开火给强行压制，但是拦不住清华步战队员。清华队伍成功进入 B1 并占领，北大迅速反应，组织队伍反攻 B1。不慌，清华还有坦克。这时北大乌鲁鲁给出巡飞弹，这发巡飞补助伤害直接干掉了清华主战坦克。清华步战队只能靠自己操作了。只见清华医生迅速救人，没一会儿竟拉起了一支队伍。B1 进入争夺状态，双方队员在 B1 继续拉扯，同时北大 B2 这里被渗透了，北大被迫回防 B2 清理清华队员。清华现在占领 B1，就差 B2 点位没占下来了。清华轻坦孤身冲击 B2，有点太冒险了。清华坦克也意识到了危险，坦克后车拉开距离，但是清华进攻兵力就剩下30多人，要抓紧时间进攻了。清华突击车直接冲击北大 B2，北大龙拿给电线标记清华突击车，清华突击车当场殒命。清华还剩下20兵力，清华火炮覆盖给到 B2， 用的很到位，但是步兵也没有办法接受到直升机的支援嘛。在清华火炮覆盖下 ，B2 北大队员守不住了 ，B2 沦陷，清华火炮又给到了 B1， 清华坦克也来进攻 B1， 步坦行动加上炮击轰炸，北大队员击 B1跟送死没区别。在高点持续的施压，但是防守方啊源源不断的兵力持续的在对 B1发起骚扰，最终 B1被清华占领，北大 B 点沦陷，准备退入 C 点防守，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觉得对于整个北京大学来讲，来到 C 点，清华集体选择重新部署，北大这里防守拿了2辆步战车，1辆主战坦克，坏了，有种北大给清华做局的感觉。这里清华队员集体部署，清华步战车也部署出来，清华这是想直接集合打一波。大运和步战车都部署成功了。
青蛙不战车洞口对战一波，看到3的载具直接懵了，先躲起来冷静一下。这里北大乌鲁鲁一颗燃烧弹再加盲射捞爽了。C1双方不战车见面对轰，北大不战车主动防御关的比较晚，占据优势。青蛙坦克被卡住出不去了，于是果断反手把北大不战车做掉。青蛙直升机在外面挂着，只能给火箭炮，作用很低了。青蛙剩下最后10几人的兵力，青蛙 B 小队绕后尝试，但是被北大的星际威路纳看到了。C1点内北大和青蛙坦克对轰，但青蛙就剩下几个兵力了。青蛙坦克等不了了，直接撞进 C1，下一秒被北大乌鲁鲁一炮带走。青蛙剩下最后2个人的兵力，队员不敢部署了，越打越少，最终青蛙兵力耗尽。那么让我们恭喜北京大学健康电竞社以3比1的战绩再次获得对阵胜利，同时也感谢青蛙大学的队员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不得不说，确实是强劲的对手，比上次有进步了。上次是2比0带走，这次3比1有进步，值得尊敬的对手。但是胜利属于 PKO， 天空属于 PKO。非常可惜，清华大学没能复仇成功。但是清华大学对比第一次比赛被零封时，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这里希望清华大学继续加油，下次一定要在打头上扳倒北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